这场游戏的赢家只要打通13关，就可以赢得1亿现金大奖。但我敢说，99.99%的人会倒在第5关。男人是个销售，又叫泰国男版樊胜美。客户被同事抢了，业绩太差被公司开了，身上没剩几块钱。老妈又打来电话，说弟弟该交学费了。可男人上周不是刚给了吗？那个你弟弟拿去花了，再打一次吧。男人崩溃了，就连上次的学费都是他贷款打过去的。这是一通神秘电话打来，说跟他玩这个13关游戏，第1关1万，很简单，打死这只苍蝇就行。男人将信将疑，没想到手起璎珞，口袋里叮咚一声，真的有1万到账。第2关奖金5万，把刚刚打死的苍蝇吃了。男人犹豫了一下，但游戏规则是一旦中途退出，不仅最终1亿大奖没戏，前面的奖金也都会一并作废。不仅如此，游戏过程中被捕、被人发现或者追查幕后神秘人身份，都算作中途退出。男人一咬牙，把死苍蝇吃了下去，嘎嘣脆，跟吃了一只死苍蝇一样。第3关10万元就难了，弄哭3个小孩。男人狠狠心推倒小孩，没想到小孩误以为是游戏，又跟他玩了起来。男人突然想到自己小时候最崩溃的一次，是爸爸把他的玩具踩得稀巴烂。男人同样去抢小孩的玩具，果然一群小孩哭成了狗。老师们去警察局报案，巧的是一个乞丐也告男人抢了他的钱。这就是第4关，游戏越来越不要脸了，连乞丐都要欺负。但这一关值20万。重点来了，绝大多数人都会退出的第5关，50万大奖。神秘人叫男人去一家5星级酒店，装潢大气，服务高端，就连餐具都如此精致。可男人打开一看，差点哕了，是精心烹制的黑胡椒撒迷迭香的狗粑粑，没有巧克力啥事儿，就是粑粑味的粑粑。这50万你还想要吗？男人想要，一通狼吞虎咽，差点没把胃给吐出来。跟这一关相比，第6关的80万简直就算是白给。扔掉自己的手机，再到公交车上找到神秘人提前藏好的内部，没想到车上一堆混混先发现了手机，他去抢，却根本不是对手，把他打了一顿之后，混混们也来了兴致，要手机可以，但有个条件，跪下亲我的脚。混混说话不算话，男人亲了他的脚，却根本不给他手机。打斗中，两人摔进路边的菜摊，混混抄起菜刀就砍，手感没错，可男人却没事儿。原来男人混乱中抄起了一条猪蹄儿，趁混混走神，猪蹄儿一抡，直接把混混打爆。手机再次响起，神秘人说男人很有创意，拿下了游戏有史以来最高收视率。什么意思？这游戏不是第1次了，而且全程直播，有人在看。可男人看看路边，根本没有摄像机。神秘人不给男人时间多想，下一关不胡搞了，120万去救一个失踪的独居老人。老人不想搬家，拒绝拆迁，说拆了家里这口水井会坏风水。神秘人说老人失足掉进了水井，赶紧去救。可男人一进屋就差点被熏晕，还救啥呀救？老人都已经泡发了。但为了120万，他决定拼一把，咬着牙忍着恶臭，把软塌塌的尸体捆在背上往上爬。眼看时间就要到了，赶紧给老人儿女打电话来收尸，这才顺利过关。从这一关开始，后面的游戏就开始解气了。发家了的男人去找前女友，前女友是个小演员，对男人还是不屑一顾。这时他的现男友来了，看着他额头上的淤青，再看看男朋友抓他胳膊时用了多大的劲儿，男人明白了，前女友跟自己一样，为了钱早就扔了尊严。他失落的往回走，电话再次响起。第8关，用一个带数字8的东西把跟8有关的人砸晕。男人说到底还是个老实人，看前女友哭得稀里哗啦，一下心软，拦了辆出租车送她去医院。可刚进门就撞见了警察。原来警察也早就锁定他了，一旦被捕，游戏就会被中断。更何况第9关任务本身就是逃脱追捕，找到接头人。男人这一通跑，假装成尸体，把护工吓了个半死，躲过追查，又假扮成病人亲属跑了出来。那第10关呢？男人逼问神秘人，这次不会再有人受伤了吧？神秘人痛快答应，行，这一关你就学雷锋做好事吧，帮这个老太太做家务。老太太让男人帮忙把晾衣绳拧紧，男人开心做完。这晾衣绳的钢丝儿也太锋利了吧，一不小心还割破了手。男人听到路上有动静，往马路上一看，却差点被钢丝割了喉。他这才发现晾衣绳穿过的竟然是马路。男人猛然醒悟，疯狂喊叫着让飙车党停车。可飙车党春风得意，车轮急，不闻男人呼喊声，一脚油门下去，无数人头落地。男人无限懊悔，但早就晚了。这时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一直暗恋他的女同事。同事是个黑客，破解了男人的电脑，查到了他的行踪。他来劝男人收手，男人恍惚中再次接起电话。第11关，以前他没得选，但这次他有。神秘人让他2选1，完成任何一项都能继续游戏。1. 杀了同事，以免他继续阻碍游戏；2. 杀了同事的狗，以警告他离游戏远一点；
当然不白选，这一关的奖金4000万。经历了过去种种，男人当然没有任何犹豫的选了后者，手起刀落，再次在电话指挥下消失在夜色中。同事去警察局报警，警察却说：“你别闹，你说的网站地址无效，另外你说的这个人也没有档案啊，没法立案，早点回家早点睡吧。”这怎么可能？这时同事无意间瞥见警察的文件，瞬间头皮发麻，因为文件上就是13害人游戏的标记。同事赶紧跑路，这时他听到一个农户报案，有人偷了头牛，还残忍地掏了牛内脏，神叨叨地说着要找什么钥匙。这还用说吗？这么奇葩的犯罪肯定是神秘人的游戏。没错，最后价值1亿的第13关就是用牛肚子里的钥匙打开门，杀死门后的人。同事终于追到神秘人的监控室，没想到神秘人只是个小屁孩。同事让他赶紧停止游戏，这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ไม่ต้องห่วงหรอกครับเราซื้อมันมาแล้ว。是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人颤抖着摘下了那人的面罩。男人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人是他的亲生父亲。男人举起了刀，他想起了过去，父亲对他不好，小时候踩爆他的玩具，打死他的狗，还天天打他。男人小时候就曾经举起过刀，可那一次被父亲发现，换来的又是一通拳打脚踢。这一次，男人的刀狠狠刺了出去，同事很绝望，可仔细一看，刀上并没有血迹。原来男人想起小时候自己被校霸逼着吃狗粑粑，是父亲来救的他。再想起父亲给他买玩具，带他出去玩的场景，这一刀终究还是扎空了。同事很开心。房间里红色的灯亮起，字幕宣告着男人的失败。男人颤抖着，突然一把尖刀插进了他的胸膛。男人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刀后的父亲。此时字幕再次亮起，恭喜你游戏胜利，而胜利者的名字正是父亲。原来父亲也是玩家之一，同时无话可说，刚想指责神秘人的无耻游戏没有底线，可神秘人没直接回答，而是站在屏幕前。背后无数监控器亮起，跟现实中那些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案件相比，游戏又算得了什么？他说的没错，现实中那些无人关注的角落才是最害人的游戏发生的地方。